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美国那边又开始作妖啦，一会儿要让这个台湾进什么国际组织，一会儿又要卖给台湾一堆破烂玩意儿，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啊！咱们今天就来好好唠唠这事儿。先说这个美国国会最近全票通过了什么台湾非歧视法案，听着挺唬人的，好像是为这个台湾好，其实就是想让台湾挤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这 IMF 是啥呢？简单来说就是国际上的钱庄，专门管钱的。这台湾想进去外交部毛宁大姐直接就怼回去，没门儿。台湾它算啥？它又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哪有资格进这种组织？美国就是想搞事情，没事找事故意挑拨两岸关系。说白了美国就是想利用台湾来恶心大陆，给自己捞点好处。可最后倒霉的肯定是那些想搞事情的，被这个美国当枪使的，还傻乎乎的乐呢。更可笑的是美国那些智库一天到晚没事干，就喜欢出馊主意。这不又有人跳出来说，美国的空军不是有162架 A-10攻击机要退役了吗？干脆就打包卖给台湾得了。这 A-10当年也算是风光过这号称是坦克杀手，皮糙肉厚的，挨几颗导弹都能飞回来。可是现在都啥年代了那是40年前的老黄历了。现在解放军的红旗9B防空导弹那射程200公里，台湾的机场都在它的射程之内。这 A-10还没起飞呢就被锁定了，直接变成活靶子了。其实说白了这些老古董在现代战争中存活率估计连15%都不到。这美国自己都嫌弃这些老爷机，恨不得赶紧扔掉，还想卖给台湾当宝贝，这不是坑人吗？台湾当局也是傻美国说啥都信拼命撒钱买武器，结果买回来都是些啥玩意儿F-16V 战机 M1A2 坦克，看着是挺唬人的，其实就是一堆散装零件，根本就没啥用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一下大陆最近悄悄公开的一种秘密武器石墨炸弹。这玩意儿可不是闹着玩的，最近央视放了个动画片，你看了没？别以为是啥喜羊羊那可是导弹。还是个神秘导弹，搞得国外媒体都炸锅了，都在那儿研究呢。这玩意儿叫卫士600，听着就挺厉害的，但最厉害的是它带的导电纤维战斗部，说白了就是中国版的石墨炸弹。这石墨炸弹也叫断电炸弹，听名字就知道是干啥了它可不是炸房子炸人的，它是专门炸电。你想现在啥都离不开电呀，这手机要充电，电脑要用电，这医院要用电，红绿灯也要用电，包括这个夏天热了，空调也要用电这玩意儿一炸，直接让你回到原始社会它的原理也简单就是把一堆特别细的碳纤维像头发丝那么细撒到这个电线上。这碳纤维可导电了，一碰到高压电线立马就短路，电闸就跳了，严重呢直接把变压器给烧了，整个电网就瘫痪了。那这个石墨炸弹最牛的地方就是它非致命。啥意思呢？就是说它不炸人也不炸房子，但是它能让你停电、停工、失联，指挥系统也瘫痪了，这个军队也乱了套了，老百姓也人心惶惶。你想想这个晚上黑灯瞎火的，啥也干不了，是不是很崩溃很麻烦。我们这个石墨弹主要是让你全面性的停电，这玩意儿可不是啥新鲜玩意儿。这个美国佬早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就用过了，当时他们往这个伊拉克扔了一堆石墨炸弹，直接把伊拉克85%的电网给瘫痪了。这伊拉克的雷达站指挥系统瞬间就瞎了，啥也看不见，啥也听不见了，直接就被打懵了。这后来呢，在轰炸南联盟的时候美国他又用了这招，把贝尔格莱德70%的电网给搞瘫痪了。现在咱们中国的卫士600出来了，比这个美国佬的更厉害。这玩意儿能打80到290公里，这陆地上能发射，军舰上也能发射，想在哪儿放就在哪儿放，特别灵活。它带的导电纤维战斗部有490公斤重，里面有90个小炸弹，每个小炸弹落地后还会弹起来，在空中爆炸，撒出来一大堆碳纤维，能覆盖1万多平方米，专门炸敌人的高压电系统和指挥中心。虽然这个央视没明说，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儿很可能是针对台湾地区的。
为啥呢？因为台湾的电网是电力孤岛，就是它不跟这个大陆或者其他地方的电网连在一起，这一旦断电了想恢复可就难了。而且这个台湾的备用电力也不足，经常停电，老百姓是怨声载道的，说明它的电网特别的脆弱。再加上台湾的高压电线都在外面露天放着，变电站也都在城市里，只要这个石墨炸弹一炸，整个岛的电网就可能会瘫痪。更可怕的是，现在的电网是个复杂的系统，一个地方出问题可能会导致整个电网崩溃。就像是2003年意大利全国大停电就因为一棵树倒了，压断了电线，结果整个国家都停电了。所以对于台湾这个电力孤岛来说，石墨炸弹绝对是一记狠招。这个石墨炸弹可不是普通的炸弹，它是信息化战争的系统杀手，它不伤平民，可以为后面的新战政治压迫创造条件；它不炸基础设施，可以保留战后重建的基础；它不留下残骸，却能制造社会恐慌，动摇军心。你想想看，我们能维持多少天没有电的日子？不要说多少天没有水，一整天你的生活就觉得很困扰。你什么都停了，高铁也停了，对，地铁也停了，电动的公车也停了，网络也停了，电视也停了。你想想，你还有什么东西不停的？7-11存货2天就没有了，这就危及到民生生计了，还不要谈打仗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要看它本小危害性很大。是，我很难想象全家不用抽水马桶怎么处理。那你要用了你就没水喝。而且还不是短时间那不是短时间。它不用花很多钱，却可以反复打击电力节点，扰乱敌人的节奏。所以说这个石墨炸弹更像是一种和平威慑的工具，它可以在不开火的情况下让敌人瘫痪，逼着他们谈判，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一击制瘫，为这个登陆或者空袭制造机会。当然了，这玩意儿它也有缺点，它就是容易受这个天气影响，碳纤维容易受潮，一下雨或者湿度太高就结块了，那掉在地上就没用了。台湾从5月到10月经常下雨，这湿度也大可能会影响这个石墨炸弹的效果。所以要用这玩意儿还得看天气，甚至要用其他武器比如电磁脉冲弹、网络攻击来补刀。现在这个解放军天天在这个台湾附近搞军演，这力度是越来越大，台湾的年轻人都更不愿意当兵了，谁也不想为一些想法去送命为了解决招不到兵的难题这个赖清德最近又是承诺提高待遇，又是让这个官兵坐商务舱，又是搞这个优先登记特权甚至还说要给军中宿舍装按摩椅，这不就是想加薪加福利来吸引年轻人吗？可这个台湾退役中将李桂发直接就泼了盆冷水，赖清德你搞错重点了，现在的年轻人犹豫的不是军营的待遇好不好，而是上了战场还能不能活着回来。民进党天天炒作大陆威胁，把这海峡局势搞得人心惶惶的，结果反而让年轻人更不想当兵了。台湾老百姓心里都明白，要是真打起来，就算买再多的飞机也没用。希望大家都能擦亮眼睛，看清楚这个世界上的真真假假，别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给忽悠了。好啦，今天就给大家唠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